的江水，连绵的山，岸边又升起了袅袅炊烟，家家户户忙得欢呐，红火的日子又一年。39的严寒，飞雪的天，大春又换来了回家的夜，谁在窗边把人盼呐，等你归还好团圆。烫一碗老酒是家乡的暖，暖进了心窝，也映红了脸，欢声笑语把喜情传，贴心的话总是唠不完。喝一碗老酒是家乡的暖，陶醉了黑土，也映红了天，花香阵阵它比蜜甜，幸福的人住在心里边。关门。老铁，大晚上干啥去？出去玩啊！这大晚上的出去玩啥去？你看，这么多吃的喝的，搁这喝点，这多有气氛呢！有啥气氛呢？全灯泡啊！你咋说话呢？没有自言自语呢。老铁，这二龙湖这么大些地方，好多地方我还没去呢。哎，你说你走了，给我自己扔家，我自己喝多孤单呢。二龙湖好玩的多了。有话就好好说啊，别搁那咬舌根子。没事啊。哎呀，要不这么的，你跟我们一块儿去。别呀，你今天晚上陪我喝，明天早上我陪你去溜达，游遍整个二龙湖，行不？用它玩啥呀？赶紧走。来日方长啊！这啥玩意儿，丽丽？那你别走了，你陪我喝点。我刚才那玩意哎，同样的错误我能犯2次吗？没事，我去，喝点呗。哎，别都拿我当傻子，知道不？进屋拿2双筷子。哎，等会儿，坐坐坐。叔，那不您坐吗？我家里头人，什么你的我的，坐。叔，那我可真坐了。坐呗。东块啊，今天咱一家人好好聚聚。哎，东块。叔，您吃菜。哎。来，咱爷俩走一个。叔，啥事这么高兴啊？李头啊，你说那个鸡蛋销路那个事儿吧，我这也是略有耳闻。你说马峰和徐豆腐办这什么事儿啊？简直是无耻、龌龊、下流，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儿形容。你说干的是人事吗？叔，今天找我说的不是我跟春花的事儿啊。你跟春华的事儿，你说着啥急？我不总说吗？男人呐，还得以事业为主，先立业后成家。你说咱那个销路的事儿啊，该张罗还得张罗，你不能放着现成事业咱不干呢。这事儿啊，叔，我感觉他们太过分了。你说还得让我咋的？所以说呀，让他们折腾去吧，咱不管他。你看，你能跟那井底之蛙一般见识吗？他们都看到蝇头小利，你是办大事的人，干大事者不拘小节。而且你记住这点风浪算啥呀？咱们机场从无到有，你看叔这么多年不一直是大风大浪的，
从逆境中成长嘛。再说了，咱家那不还有500只鸡呢吗？你说没销路了，嘴是最大的怪咱家吗？你说啊，叔，你说我这人吧，没啥理想，也没啥抱负，我这辈子就想学春花，其他的事儿我不咋爱干。那行，你真的，你要是销路解决了，咱这婚该结结。真的啊？那你看，那鸡蛋销路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。来，叔啊，咱可不带反悔的。我啥钱骗我你？来。你好。干啥呢，迷糊？睡觉呢。这瞎呀，看不出来呀。咋的？吃枪药了？心情不好啊？哎，我们家丽跟你说话呢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少插嘴。有啥难事你就说，说出来让大伙乐呵乐呵。鸡蛋的事儿。张立东的鸡蛋啊？对呗。马峰跟徐德贵把销路都给整没了，现在全村人的矛头都指向东哥。就这事儿啊？那我还真办不了。你俩赶紧回去睡觉去了，没指着你办。这么的，跟姐喝开心了，姐说不定借着酒劲给你办了呢。不是丽丽说啥呢？丽丽啥？我心里只有姚大莲。别扯那些没用的，开酒。我是看明白了，这是当我菜来的。跟你什么菜来的？一共就3个菜，咋的？上供呢？上不上供的，你都吃9粒花生米了，你心没数吗？没吃饭来的啊？我家就1双筷子了，要吃菜是自己用手抓。你们仨没完了是吧？5000块钱嫌少啊？老妹儿，对不住了，哥今天只能要你的命。600块钱就要我命？不是钱的事儿，玩江湖讲道义。你们3个大老爷们儿欺负我一小姑娘，这叫道义？当然不是，打电话摇俩人，3v3。给我等着！喂，110吗？你打电话呀？
这一地钱谁的？咋的？满地钱不要，为600块钱要他命是吧？这叫江湖道义，懂吗？哎呀，江湖道义跑江湖的呀！咋说话呢？你激动啥？把那玩意儿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哎，放，跑江湖的吗？混社会的呀？咋的？害怕了吧？哎呀，混哪儿的呀？鄙人神腿草上飞，就是这条腿，见证了我人生的巅峰。就是这条腿，踩着40多条人命走到现在，一脚一个，一脚一个，一脚回来！往哪踢呢？大哥，情绪来了，控制不住。怕不怕？跟你混的呀？对呀。这个我兄弟，每次杀人之前，都要安慰一下自己幼小的心灵。上劲儿了，控制不住了。俩手下，你是大哥呀？看不出来吗？我说你老举那玩意儿说话干啥呀？放下，放下！看见了吗？我每杀一个人就薅一根头发。本来今天只薅一根，看来今天要薅一双了。行，非得打是吧？必须打，不打不行。不行。好，我看这也施展不开。你这样，我挑个地方，你仨敢不敢跟我走？敢，随便挑。好啊，我有车，来，走，跟我上车。不用，我们自己有。能跟上车呀？慢点开呗。行，慢点啊，别跑了。我放心，不能跑。你电话号我记着呢啊，有需要的话给你打电话，配合我们一下啊。好嘞。你仨跟我走，来。你别搁捡了。茉莉给我们这5000块钱，够我们活下半辈子的。能不能换句话？茉莉给我们这5000块钱，够我们活下半辈子的。是我没说清楚吗？是咱们3个报的警啊？对呀。滚犊子，上那边！8杠子压不出一个屁。哎呀，你咋变成警察了呢？咋还变警察了呢？就是警察呀！你报警抓我呢？那得唠唠啊！你那腿咋回事？几条人命了？小儿麻痹，就这样，没有人命。还有你咋的？听说打死个人薅根头发呀？这薅多些了？不是，跟老娘们打仗让他给薅的。打仗咋不报警呢？打输了也没脸报警。靠墙那个，哎，你咋回事啊？茉莉给了我们5000块钱，够我们活下半辈子的。啊，他给你钱，因为啥？茉莉给了我们5000块钱，够我们活下半辈子的。哎，对，你说你仨大老爷们儿，晚上不睡觉拦个小姑娘干啥呀？抢劫呀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扫黑除恶呢，3人以上符合黑社会性质，那就黑社会了。俩人，跟他不是一伙儿的。你俩？你不认识他俩吗？茉莉给了我们5000块钱，够我们活下半辈子的。我问你认不认识他们俩？茉莉给了我们5000块钱，够我们活下半辈子。把嘴闭上！你仨一会儿出去给我写保证书，以后保证不再做这个事儿了。乡里乡亲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扯这干啥呀？这不能老实点吗？
能不能写？没写过。没写过，一会儿给我写。你会不会写？茉莉给了我们5000块钱，够我们活下。把他闭上。这2天啊，立冬搁这春花把这3里5村还有4里这个甜品店、收鸡蛋的地方，那都跑遍了。再说稀里话，那不是嫌咱们价钱高，就是人家不收。那不行啊！咱这飞机跟一般机它不一样啊，那价格加一半，那么大伙不白忙活了？可不是的呢。你们家也有鸡，你们也养过鸡，养鸡的成本多少，你们心里没数吗？你俩怎么净说那没用的呢？现在当务之急不得解决这个问题吗？你说那有用，你也解决问题了啊？那鸡蛋不能放时间太长了，那鸡天天下蛋，那鸡点成多，那搁坏了你们负责呀？对呀，那不得炖臭了吗？大伙儿停一下子，我说2句。我马上再去趟市里，上西单厅看看，收不收咱们这鸡蛋。毕竟城里人呐，注重营养价值，价钱我尽量让它跟之前一样。你不能尽量啊，立冬啊！不是立冬，你是不是要跑啊？立冬咋可能跑呀？那万一像吴兵似的呢？徐德贵说的是人话吗？怎么了？立冬是那人吗？立冬，你放心去吧，我等你好消息啊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价钱我只能说尽量跟之前一样。你看，你尽量老尽量啥呀？老尽量啊！啊！起来！张丽老这么做就不对了，这。叔哥，我一猜你就在这儿。不是你来干啥来了？愿意上哪玩上哪玩去。图片儿，反正跟你没啥关系。我主要是看我东哥有难了，想过来帮帮他。我用你帮，你少添点乱嘛，比啥都强了。怎么说话呢，德棍呢？什么叫添乱呢？我们家历来是帮你来了。跟谁说话呢？德棍给你叫的，没大没小的。哎，小红，咱不用跟他们置气啊。我这儿来呢，就3件事：第一，帮东哥；第二，看东哥有难处，继续帮东哥；第三，哎，反正就一个目的，帮东哥。哎，顺便呢，跟大家伙道个歉啊。这东哥啊，之前私底下也跟我说了，不能光顾着自己个开心，不顾大家的感受。这家把你能耐的。来，我问问你，飞机怎么事你知道吗？那飞鸡蛋营养价值多高，你懂吗？飞鸡蛋的单价怎么事你明白吗？咱说心里话，你别在这逞能了。不是大山，逞什么能啊，逞能啊！我家立什么实力，你是真不知道啊！管谁叫大山呢？把嘴给我闭上！哎，小红，咱不能这么没礼貌啊！图瓢他说的对啊，这个飞鸡蛋呢，这营养价值我确实不懂。反正呢，我就知道我们家市里有30来个饭店，这每天呢就需要好几千个鸡蛋。至于是不是飞鸡蛋吧，那倒无所谓。不是你家有30多个饭店？30多个饭店咋了？那我还有60多个酒店还没说呢。都有钱。茉莉啊，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要收我们鸡蛋呢？对呀，是不是收鸡蛋呢？是啊，收把鸡蛋收了。哎，这个收不收鸡蛋吧，主要看东哥。反正我那车就停村口了，这个东哥要是同意，立马开进来；这东哥要是不同意呀，立马开走。李东啊，李东，赶紧说句话呀！赶紧说话呀！等你呢，快点，大伙都等你，快点说话，快说呀！李东啊，李东，赶紧说句话呀！给个通话，大伙等着呢。怎么事？给个信儿啊！张立东莫言老，哎呀，张立东莫言老，好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大伙赶紧回家取这个飞鸡蛋，完到这集合啊！谢谢茉莉，谢谢茉莉，谢谢茉莉啊！哎，太好了，不用谢我啊，要谢呢就谢东哥，我主要是不想看他太为难。感谢李东，谢谢李东，哎呀，感谢了，谢谢，太好了，太感谢了。
扯鸡蛋，扯！哎呀，东哥，准备怎么谢我呀？啊，没事，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慢慢谢我。什么玩意儿？一天赔好几千，啥家庭金这么糟践呢？你说，张立东呢？我不让他跑销路去了吗？东哥现在就在村口呢，跟贾大山他们研究销路呢嘛。研究光研究有个屁用，还不行动起来？我说你们3个也是，搁这待着能待出销路来呀？那咋行动啊？我之前都给我那收鸡蛋的老板打电话了，我卖的时候都论斤卖，人家现在一听论个，人都不买。要不这马峰跟徐德贵哪有这事儿啊？你说出点事你就怨这个怨那个的，老是骂风的。你说那张立东脱得了干系吗？领导就有问题。我觉得这事儿不怪东哥，要怪就怪茉莉，她成天缠东哥。你不提这茉莉我倒忘了。你说这个茉莉来了之后，这小土豆天天就跟你这后屁股，弄得5迷3道的。你说哪怕有这个半点心用的鸡场子，能这样事儿的吗？鸡蛋都咕堆了一天。那对呗，要茉莉能成为咱村的3害之首啊？什么3害呀？都谁呀？茉莉、飞机、王茉莉。王茉莉谁呀？你猜？喂，李浩，拉车鸡蛋过来，在村口。茉莉的车在那儿等着呢。哎，好嘞。谁呀？春花姐，让咱们把鸡蛋拿村口去。茉莉帮咱们把鸡蛋卖了。谁帮卖的？茉莉。师傅，回去慢点开啊！好嘞，辛苦了。好嘞，谢谢你，茉莉啊。这次真感谢茉莉了，谢谢老茉莉。茉莉太好了，帮了大忙了，茉莉。东哥，张立东，叫你呢，我不聋。张立东，干什么玩意儿？茉莉找你半天了，在那装相呢。快点过来。出边。哎，起开。啊，茉莉，你坐。东哥，东哥来，坐，坐。起开。啊，你说，那个大伙儿都过来了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来，都过来。咱说心里话呀，茉莉这次可帮咱们村大忙了，大家鼓掌表示感谢啊！好。可不是啊，虽然平时啊霍霍咱们，但关键时刻帮咱们办事儿啊。那我啥时候祸害你们了？你这人也不会说话，人啥时候祸咱们了，净帮咱办事儿来的。对，不就有俩臭钱吗？这俩嘚瑟的，那可不。哼，咱不知道那事儿，就好像没有他，咱这鸡蛋卖不出去了似的。那对呗，没有他真不好卖。你啥意思？你哪伙的？一伙的吗？一伙的说那是啥话呀？对事不对人，下回注意啊。这事儿你们也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东哥，这都是东哥的功劳。东哥，我帮这么一大忙，你不得好好谢谢我呀？别演了啊，听着呢。这人啊，鸡蛋子。这事儿啊，我得代表大伙儿谢谢你。大伙儿，我感谢茉莉，谢谢啊。你也不用代表大家伙儿，你谢谢我就行。我呀，就是看你太辛苦、太累，
你别跟我俩整的用不着的，听着没？哎呀，东哥，你干啥呢？当这么多人面，咱有事儿晚上说啊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跟这干，我啥没干，考不考虑影响？我啥也没干，叔。大伙儿别误会啊！我，哎呦，来，听着啥呀？我是吗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东哥，你干嘛呢？我这口红挺贵的，给我整花了。张领导，你注意点影响。干什么玩意儿？我啥也没干呢，考不考虑影响？哎呀，我明白了，必须办。今儿东哥高兴啊，咱必须办个庆功宴。这么的，咱们就去那个徐德贵家，为东哥专门办一个庆功宴，怎么样？行，就这么定了，去我家。东哥，咋样？牛逼！看吧，东哥答应了，就这么定。好，那个大伙儿啊，今天晚上都去我家啊，给那个立冬办个庆功宴。东哥，那个我回家收拾收拾啊。就去滚犊子！晚上见啊！茉莉啊，你爱吃什么我叫徐大贵给你做啊。行，我自己煮一下。别说的，哎呀，别说的，漂亮。干啥呢啊？眉来眼去的，是不是亲上了？不是叔，他说话你也信？我不信他说话，不信我眼睛啊！我啥也没干，叔，啥也没干，可得咕咕球球的。不是真啥没干，叔。我要不是为了这500只鸡，我跟你俩一天引乳负重。叔啊，那你看我跟春花的事儿，跟春花啥事啊？不你说的吗？我把这个销路给整上完，我跟春花就能结婚了。那是你解决的吗？那不茉莉解决的吗？这跟那混淆视听一天。叔，花儿，咱们回家。东哥，你跟茉莉亲了？我一嘴巴扇死你！你刚才跟说啥了？我说我爱她，我要娶她。上一边去。茉莉，真爱的亲老师，完蛋了！我等着。刚哥，咋的了？茉莉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他又给谁霍霍了？不是，那个茉莉帮张立东把全村鸡蛋都给卖了。他帮张立东把鸡蛋卖了？啊，不对呀，他之前帮我那么霍霍张立东，现在反过来又帮他，不是那不好事吗？这葫芦里边卖的不是什么好药，一定有阴谋。他这药里面卖的肯定不是什么好葫芦。刚哥，我今天可听他们说了，今天晚上要上徐德贵饭店办庆功宴去。走，咱也去看看。不是哥，咱俩去合适吗？茉莉是我老铁，他帮咱全村人卖鸡蛋，那也算立一大功。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走。咱们村这个养鸡联盟自从成立至今，经历不少磨难。今天我们吃这个饭，主要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我们村的救世主茉莉女士。大伙鼓掌欢迎！这个茉莉啊，咱说心里话，那可了不得。你看这小丫头年轻，但是办实事儿，那自从来了咱们村以后，帮咱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。咱们村，罗平，下一个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下去。大伙鼓掌欢迎！
起开！干啥？起开！我不知道你们平时这个宴会都是什么流程，反正今天我就按我自己的流程来了。这个首先呢，我得明确一件事儿，这个机场的问题之所以能解决，那不是因为我茉莉的功劳，而是因为在这个村儿，更准确的说，是这个屋，有那么一个人值得我为他去这么做。我跟这个人呢，是因为飞机而结缘的。我第一眼见到他，就觉得所有美好的品质都在这个人的身上。他的冷静，东哥又沦陷了，不可能，幽默，言谈，你演戏呢吗？全都在他身上闪着光。我不也挺有气质吗？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别整那活不起的出啊！我才愿意为这个人忙前忙后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，我不会来到二龙湖，也不会认识这么一群每天为了生活而努力的人。哎，这么你要干啥呀，薛执着啊？这是逼宫，懂啥呀你？平时宴会到这个时候啊，在说完一堆废话之后，大家应该该吃吃该喝喝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，该唱唱，该跳跳，嗨起来，蹦起来，大爷 give me five。大爷，这是不经常去夜店吧？没事啊，那个放松一点，不要那么拘谨。你看你们一个个的。东哥，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瞅啥呀？跳吧跳。我还跟你跳个溜呢。起来。咋还害羞了呢？这吧。李董，今天这饭局是茉莉为你准备的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来来来，喝起来喝起来啊！放松一点，不要拘束。来来来，干杯！我说张立东啊，张立东，你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说啥好了。你说今天这个事儿啊，当着全村那么多人的面，整的多磕碜。你看你怎么合计啊？你说俺们老王家搁这村以后还待不待了？是，你说这茉莉小丫头片子，这小孩脾气，整点啥事你说没完没了。那你是不是得控制控制她？你让春花怎么想啊？咋的？你不想跟家春花好了啊？想个屁吧你！你说现在可倒好了，人家茉莉把那鸡蛋全卖出去了，全村人天天向着她说话。今天可倒好，整出个表白大会来。你说这是逼你就范呢，还是说向俺家春花跟他宣战呢？说，你可别说话了。我现在我一听你叫我说，我脑瓜嗡嗡的。张立东，你现在天天看着春花那么难受，你不心疼啊？啊？你不心疼，我还心疼呢。张立东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只有一条要求，啊，算我求你了，你赶快把茉莉的事给我解决了，行不行？行，叔，我肯定把它解决了。丽丽啊，茉莉，茉莉，咋的？
你真喜欢上张立东了？怎么就不信我审美呢？我能喜欢那小土豆子？那你这戏做的也太真了吧？那就对了，全村都信那才好呢，不然你怎么有机会追王成花呢？那你整这么一出，那春花得多伤心呢？暂时的伤心才能换来永恒的幸福，你就信我的，把心放肚子里啊！哎，刚哥，我看茉莉有点假戏真做了，这事可不像假的，她有可能真喜欢上东哥了。跟你有关系吗？跟我是没啥关系，那跟某些人可有老大关系了。哥，你得帮帮我，你可不能让茉莉喜欢上张立东啊！咋的了？不拉硬了？你那王八呢？不瞅绿豆了？你那爱情呢？你不三代单传吗？什么垃圾！哎，你瞅你那熊样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失恋这个东西吧，挺2年你就过去了。小梅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现在这局面呢，我有点控制不住了。什么拉空去？就你那个闺蜜呀，马上把2路湖快翻过来了。你要再不回来啊，你回来都找不着家了。喂，喂，刚哥，小梅啥时候回来？滚！东哥，你别闹心了。谁不说是呢？你跟春花姐好好解释解释，能原谅你。嗯，那有啥好解释的？本来就是茉莉追的东哥，也不是东哥追茉莉呢。你个老光棍子，你老掺和人家2口事干啥呀？啊，你有发言权呐？咋没有呢？那姚大莲吃我老丈人啊？单相思吧，自作多情吧，人家扯你啊，没扯我，扯你了。我有我的香宝贝，得劲儿。长这样也就你能下去手吧？啊，习惯了。东哥，你说马好还是猪好？恍恍惚惚，反反复复，匆匆忙忙，每一天总是这样。别问我下一个远方会不会遇见我的理想，寻寻觅觅，看看可可，飘飘荡荡，每个人总会这样。别再想命运本无常，让信念长出翅膀。孤独的路上，你去向何方？是那段岁月让你彻夜感伤，那不变的梦，有你的模样，就背起行囊，然后假装坚强。孤独的路上，我该向何方？我踏过山川，越过那片海洋，让斑驳的心别那么慌张。我守着旧忘记